是上天在怜悯，时钟转啊转，把你带到我这里，从此我的生命开始充满奇迹，缘分转啊转，把我带到你那里，一档档接的题，辗转轮回相依。木导，您先别走，咱们再谈谈。木导，真不去，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。那您再找别人好吧？您有什么条件？没，哎，对不起，木导，顾总，你也想跟我说让我回去是吗？我不能再回去。木导，你不是一直想拍一部关于底层女性的公益纪录片吗？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？我找你谈什么？谈投资啊。投资的事情我已经解决清楚了，谢谢。木导，这次汪姐也会回来。她回来跟我有关系吗？木导，你不会是因为被拒绝了，面子上过意不去吧？话不能这么说，顾总，谁拒绝谁？我有我自己的追求，我有我自己的事业啊。木导，我们需要你，回来吧。汪姐亲口说的。蓉蓉，和我们一起拍特别片吧，我们都特别希望你能回归。蓉蓉，谢阳，您也回来了？我还没想好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蓉蓉，小鱼，哎，我真没想好。进去。还是那个那么有行动力的鱼在走。等我一下，我真没想好。我们一块把他拉进去。你不是得脑癌吗？怎么劲这么大啊？半个小时之内他们就都会回来了，再等一会儿吧。小鱼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参加拍摄了。为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不能参加了。你别哎。当红美妆大 V 接了个友情推广，不幸对方资质全是造假，流失了大量粉丝不说，最后还发现是网红朋友的陷阱，被人坑得找不着北。哇哦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过得精彩纷呈呢。是我太轻信了。现在我出事以后，我以前的粉丝都不相信我了。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失败的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们会不会都不喜欢我了？以后会不会没人喜欢我了？蓉蓉，你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寻求认同呢？啊，你要学会跟网络保持距离，因为不管舆论是褒是贬，都会影响你的判断力跟创造力。发博、采访、直播，追逐流量跟热度，耗费了你多少精力？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的做一期视频了？创作者真正要做的是跟自己对话。一旦你在网络上寻到了认同感，还能保持那份绝对的与众不同吗？创作是需要孤独感的，要让作品成为你和人沟通的唯一渠道。最后这句话是我们冯校长说的，现在送给你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穆导，大家好。汪姐，哎，唐教授，哎，王姐，哎，顾总，顾总，穆导，蓉蓉，欢迎大家回来。事先声明啊，拍完了这一期，第3季我坚决不来了。那可由不得你，我在你就得在。我就等你这句话。我接到后面工作邀请了，啊？我让他们推迟1个月。就这么定了，时间紧迫，直接进入主题。好，大家先看看拍摄方案。莫导，这是各地博物馆办的一些民俗和文物展，他有心意的不多。主推的文创产品都在这儿了，设计师送过来让咱们提意见，然后再进行修改。我平时在化妆的时候，最容易卡粉的部位就是眼下。人丑心丑，你看他那德行，高火就带火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黑心产品，无聊。你们都被骗了，我也被骗了，别买他东西，烂脸。哎呀，这个 UP 主太没良心了，还钱！我答应小鱼了，不看，以后都不看。不是王导，我现在最近真的很忙，但是不过我保证，这个拍摄周期不会特别长，对，真的不会特别长。拍完之后我马上就过来。对，我保证绝对不耽误您那边。好，太好了，谢谢理解啊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你脸色这么不好，怎么了？没有不好，我刚查资料，没怎么查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哦。红姐。汪姐，王姐。哦。650的一次意外令于小姐尾椎受伤，可能因此怨恨上了我，才会蓄意想毁掉一个年轻舞者的前途。要不是拍摄特别片的消息上了新闻，又无意中听到舞蹈团的朋友说他也是幕后主创之一，哎，重大新闻，大家快来看，快来！虽然因为他，我同一生的理想失之交臂，但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已经没有了怨恨，只希望他能站出来对我说一声对不起。这一生他欠了我很多年。那小姑娘以前长得倒是挺可爱的，可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她亲爸一过世就跑了，养条狗都比她有良心。我听说于在早小姐父亲坠楼身亡，跟她也有关系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可没说过这事啊，可别找我，你找别人去。哎，别找我，我没说过。阿姨，我没说过。这个万丝花啊，不光腿脚不好，心思还挺歹毒的。还有之前那个谢回，同样都是姓谢的，我就这么英俊潇洒，他呢，面目可憎，相由心生。哎，你说这个万丝华，
他这么炒作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报复喽！再说了，于再早在节目里频频出现，也算是个网络红人，被人挖底也不奇怪。这样吧，我找找我这边的关系，摸摸他的底，看看他到底什么意思。他刚刚还说要道歉呢。你信他才有鬼呢。但陶教授，这视频里面说的是真的吗？小鱼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吓人啊！儿口。哎，于编导，刚刚视频里面说那些事儿是真的吗？真的。他故意摔断我的尾椎，所以我就趁他下坡的时候，哼。后来呢？他也就在医院待了2个小时，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他不再跳舞了，那是因为他故意摔坏搭档的事情传开了，自己实力又跟不上，所以被淘汰了。哎，那个老太太说你父亲那个是不是真的？该解释的他都解释清楚了，至于他的私人事宜，说不说的是他的自由。明天早上5点拍摄现场见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抓紧时间解散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一般是左手拿中擦，在板上打圈，将颜料给涂抹均匀，放下中擦，然后右手拿纸，在空中交给左手拉直，轻轻放下。拿起这个中擦要力透纸背，均匀，直到这个颜色呢很均匀，然后放下我们的中擦。看，一张年画就做好了。卡，王新宁，干嘛呢？根本都看不到你的眼神，怎么这么不在状态呀？那回家睡觉吧，在这儿浪费大家时间干嘛呀？我是有点状态不好。那个老师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？可以，没关系。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可以再来一次吗？辛苦了。打起精神来都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王主持，你要不要来试一下？好啊。好，那我们是用左手拿一个中擦。好。虎口哈。对，虎口位置，然后顺时针在盘子里面打转，把颜料均匀的涂抹好。然后一样拿起中擦，顺时针在板上均匀的涂抹。好。对，顺时针。您稍微用点力。用力哈。对，用力。哎，怎么了？看。没事儿，好像扎了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中刷还挺硬的哈。对，上面有很多毛刺，会扎到手的。哦。要香，要香。外面啊，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消毒一下就好了，没事。不严重吧？没事吧，姐？哎呦，没事，还好，消毒一下就行了。哎呀，你小心点儿。喂，哎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怎么了？别那么紧张啊！你干嘛去？我去找木导，不能这么拍。听我说，他们不光是你的工作伙伴，更是你的好朋友。对待朋友更要包容体贴，慎重的处理问题。可是怎么了？你看，那边是省业的门市人家，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这儿。我马上过去看看。老师你好。一点小意外。诸位，刘教授看完我们的拍摄素材，提出了3点建议：第一，
传承是以文物和非遗为主的文化节目，落脚点始终在文化上面。邀请明星嘉宾要慎重，勿让星火掩盖了月辉。明白了。第二点呢？春节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最隆重传统的节日。传承只讲苏州年俗，拍江南士大夫的春节，角度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？缺少了历史的传承和厚重感。第3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刘教授全程看完我们的拍摄现场，他以为这样的敷衍的拍摄态度是对文化本身的不尊重。有些东西，只能慢慢拍，慢慢上。说实话，现场确实有些混乱。那叫有些混乱呀，我看简直就失控了。而你身为一个导演，你就不能掌控全局吗？就算我能搭好台子，但是唱整出戏我一个人唱不了吧？拍得不好也有我的责任。但是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，有哪一位是全心全意把你们的心思放在这次拍摄上的？还有现在网上不利于小鱼和节目的新闻特别多，我们真的不回应吗？佳音，你解释一下。昨天晚上莫导要去见公益片的投资商，确实挺重要的。其他人，我承认，我确实也有错，但是我后面的工作真的很重要，要不是为了还顾总的人情债，我现在早就到四川采访去了。谢瑶，你作为一个主摄影师，如果这次回来还是3心2意的话，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斟酌一下。于在早，你在写什么呢？记录下来大家的发言啊，我要一一记录下来，将来好向广大观众解释，为什么主持人精神不佳，因为长期失眠；演员状态不好，导演也给过，因为导演一心扑在公益纪录片上；主持人的备用服装不合适，那是因为我们的造型师遭受网络暴力，得了失忆症。还有一位，了不起的谢瑶先生，马上要做回新闻摄影师，兴奋到好多素材都忘了拍。怎么样？我这个态度贴不贴心，温不温柔？会议到此为止吧。小鱼，诸位，你们今天的工作态度不光是在糊弄自己，更是在糊弄观众，浪费他们的生命与时间。每期节目的最后都会署上制作团队每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么这一期，你们愿意在上面署名？抱歉，我先走了。你们知道网络上为什么有于再早这么多的负面新闻吗？他为了把你们请回来，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。他那么的坚持，就是因为你们是他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想吃吗？叶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吃吗？豆沙又软又糯，特别甜，你尝尝。好。哎，我听于阿姨说你想尝试往演员的方向发展。我有个朋友做了15年的表演课教授，想不想认识他？但我现在在拍节目，下个月好不好？那就没办法了，他是回乡来祭祖的，错过这次的机会，恐怕以后没这个机会了。要不这样，你放弃这次的拍摄吧。
我刚刚听你说很多拍摄的烦恼，我想以你的病情，不太适合卷入太过于复杂的是非。为什么不从负面情绪的泥潭里面挣脱出来呢？为以后的人生做准备啊！陶唐说，半途而废不好。放弃舞蹈和新闻，那不叫半途而废，是有了更值得去追求的目标。毕竟时刻对人生保持新鲜感，才会获取更大的愉悦，不是吗？早早，你明明不快乐，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呢？这一点都不像你。为了责任感。陶陶，你怎么来了？定位啊。不介意我坐下吧？坐吧。叶医生，对社会与事业具备基本的责任感，并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，都是一个人的正常需求。可每次都像舞蹈学校那样，一味逃避复杂的人事，便可以安全着陆吗？难道他要一辈子都这样逃避下去？陶先生，我跟早早认识了很多年，我比你更了解他的病情。就我刚才听到你说的那番话，恕我直言，你的心理疏导方式恐有让人误入歧途之嫌，并不适合做他的心理医生。再会。到时候服饰就这样搭配。圆圆的，你要的资料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把王心凌拍的这么难看？这不行，这得重拍。重拍？当然得重拍了。除了王心凌的问题，整个都有问题。你看这构图，你再看这画面。不是，那导演，那经费怎么办？我再重新再跑一趟。你想办法。要不您跟顾总说一说。哎呀，多亏你啊，谢谢啊。那当然得大餐伺候了。就这样啊，来。演员、嘉宾全部搞定。谢谢王姐。你好厉害！哎，王姐，你看这个和这个，你看怎么样？好看呀！真的，这里也是明朝的。于再早，你杵那儿干嘛呢？哎呀，不行，哎呀，热，哎呀，你半途跑掉，你害我们都忙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这个没有责任心的家伙。没事儿，都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呀，关键要想如何把这个春节拍得隆重，拍得热闹。穆导，你好好策划一下啊。什么？一看就是没睡醒呢。我去给你们弄点咖啡啊。谢谢王姐。谢谢王姐。我要2杯。小鱼，给陶教授弄2杯还差不多。谢谢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那能拖过来吗？哦，这样能拖过来，这样就直接看。陶唐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些问题人物我肯定搞不定。大家都在工作，你就这么干看着？我可没有闲着，我请了冯校长和陆小姐出面澄清了新闻，我还给那个造谣生事的节目组发了律师函。至于那些捕风捉影的童年秘闻，清者自清，等节目播了，肯定不会有人再提了。哎，有一个人你帮我查一下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凡是能来客串的，都来客串一把。我可不可以客串？那得看你能不能穿上衣服了。开个小玩笑，我是职业摄影师。名人着中至内，饮食好上纪略一篇记载：30日岁暮，即互相拜祝，名曰辞旧岁也。大饮大嚼，鼓乐喧天，为庆贺焉。
庆祝新的一年来临，他们会在门旁挂上桃木板，上书申书、玉律2位门神的名讳。桃木板又称为桃符。桃木镇压诸邪，2神驱逐兄妹，以宫中所用红罗炭末塑出成对的黑炭将军，黑面黑手，形如门神，名为立将军炭。所有门户都要张贴门神，除了申书、玉律，秦琼、尉迟敬德、关羽、张飞都被民间奉为守门神灵。他们在室内悬挂福神、鬼判、钟馗等画像。还会在床上悬挂金银八宝、西番经纶，或将黄钱编结成龙的形状。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趋吉避凶、祈福灭祸。沿营要插上成捆的芝麻秸，寓意芝麻秸秆节节高。民间孩童将院中铺满的芝麻秸踩碎，取岁岁平安的口彩。工人在院中焚柏支柴，欲百事如意，名曰玉岁。据考古发现，中国自春秋起便出现了形似饺子的美食劳丸。北方春节吃饺子的风俗，相传是为了纪念东汉医圣张仲景，迄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。正月初一，明代皇帝吃的11点心扁食，清宫里吃的煮饽饽，指的都是饺子。与明代不同，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立下祖训，正月初一，皇帝吃素馅饺子。相传清太祖努尔哈赤为祭奠无辜死于战乱者，立下除夕夜吃素馅饺子的规矩。自此，代代清帝都保留了这项习俗。《宫里郭大年》一书记载，清代宫廷素馅以干菜为主，包括长寿菜、金针菜、木耳、蘑菇、笋丝、面筋等。其他研究资料说，也包括豆腐干和鸡蛋，但必须在大年30晚上子时之前包好。子时一过，下锅煮熟，吃时已是元旦。直至光绪11年，清宫膳食党里才出现元旦进猪肉长寿菜和猪肉菠菜馅饺子的记载。除夕夜的子时，是一年新旧交替的重要时刻，也是元旦的伊始。清帝将在养心殿东暖阁明窗处举行开笔仪式。子时将至，皇帝将亲手点燃玉竹长条烛台，以万年青毛笔写下新春的祝福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再引进金瓯永固杯中的屠苏酒。开笔仪式后，皇帝向历代祖先行瞻拜礼，此后就到了传统的吃饽饽的时间。清帝的銮驾每经过一道门槛，太监便要燃放爆竹，方便御膳房准确地掌握圣驾已至何处。龙靴踏上乾清宫的第1级台阶，就是御膳房开始煮饺子的时候。皇帝吃饺子的地方，通常是在昭仁殿的东小屋。等太监侍奉皇帝安坐，御膳房内滚烫的饺子火候正好。饺子出锅不能早，也不能晚，讲究一切恰到好处。
奴才给万岁爷请安，敬承万岁爷主饽饽一品。准。御茶膳房档案记载，清嘉庆帝吃饺子时用一张大吉宝案，正中书有一人有庆、万国咸宁、甲子重新、吉祥如意等吉语，配酱小菜、南小菜、姜汁儿和醋的4只珐琅做料盘，分别压在4句吉祥语上。另有4只珐琅碗，每只碗中盛有1个饺子，饺子中包有乾隆通宝。这是因为中国人事事讲究好彩头，包饺子的时候会取铜钱藏在饺腹之中，取财源广进、大吉大利之兆。于是吃到的人新的一年会有好运气。皇上万福金安，大清江山万年。朕安，平身吧。谢万岁爷。《宫女谈网录》里说，大年初一，宫女们要吃春盘，民间又叫春饼或盒子菜。圆形或方形的珐琅盒子有12格、16格，也有18格的。都放着各色丰富的小菜，如切好了的细丝酱菜、熏菜，如青酱肉、五香小肚、熏肚、熏鸡丝等等。每天吃饭时都有锅子，保证不同时间当差的宫女们都能吃上热菜，还会给爱喝粥的人配上2、3样粥。当然，这是给慈禧身边得用的宫女们的待遇。与清代宫廷进餐习俗不同的是，明代帝王的用餐仪式更有仪式感。名人《宫廷赌记》记载，每进一位，有黄绢一端罩之盒盖上，用小曲柄黄伞一把，金铃数十，太监顶之而进，摇曳有声，仿鸟雀之呜也。至上前跪，遂用领巾藏其口鼻，以于出息之不谨。可见当年的明宫已经相当注意饮食的卫生。新年时，皇帝要饮茭白酒，自汉代起，民间便有向长者进献茭白酒的习俗。传闻茭是玉衡心经，白也是一种仙药，饮用茭白酒可以延年益寿。除了各式精美的点心，宫中还会进献百事大吉盒，里面装的都是柿饼、荔枝、圆眼、栗子、熟枣等食物，象征吉祥喜庆，寓意功德圆满。当然，明代皇宫更少不了饺子，当时称为水点心，又叫扁食，人们暗包1、2枚银钱于内，寓意一年到头好运不断。正月初一5更起，明宫内要焚香、燃放纸炮，同今天的人们一样，在热闹的鞭炮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。他们会打开大门，走到院子里，齐心协力地将门栓或木杠往地上连续抛掷3次，名曰跌千金。人们互相拜祝，恭贺新的一年喜气迎门，万事顺达。好兆头。1、2、3，祝您吉祥如意，富贵平安，身体安康，心想事成。
好，看，这场过了。你演的太好了，辛苦辛苦啊！好，下一场皇上听戏啊。这位老师略微差点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不过也辛苦啦，辛苦，还有机会，再见，辛苦。你也辛苦啦。怎么样？拍了江南，拍了封建帝王，还拍了不同宫女的新年，搭建起一个对照组之后，专家提出的问题也解决了吧？解决是解决了，就王姐，你今天演的一级棒。别说这些了，我快热死了。谁写的剧本啊？大夏天让我拍冬天的戏。请吃饭啊！让顾总请。火锅吧。是。好啊，火锅是不是？后面你先跟导演对一下。哎呦，热死了！真的演的超级好。你们这饺子是谁包的呀？反正我不会包。你要的东西。幸亏有淑荣，手太巧了，还会包饺子。木导，汪姐说她想吃火锅。可以啊。谢谢木导，谢谢木导。客气。木导。呀，什么时候到的？刚来，拍得顺利吗？非常顺利。辛苦了。写鸳鸯吧，鸳鸯大家谁爱吃能吃什么。木导，这一版已经够好了，每一帧我都亲自剪的，您还不满意啊？我觉得这个明清的过渡啊太硬了，节奏不舒服。那要不要把明朝的剪掉呗？那不行，虽然我们是在影视基地拍的，但紫禁城可是明清2代的故宫，有清自然要有明了，观众会抗议的。剪掉一个朝代应该没关系的吧？反正以前好多影视剧都拍过了嘛。当然不行，都得留着。我觉得这个时长啊得做调整，我亲自来。我们俩就应该从夏商周时期开始拍，把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化全都拍个遍。哇，那得拍到100年之后啦。那怕什么？咱们节目不就是抛砖引玉吗？我不是砖头，我是玉。我宣布啊，这一箱都是我的啦。叮当琳琅花色香，灯将玉浆钟表匠，此曲啊放满腔，歌词啊绚烂香，同饮着一条江，各泛出几层浪，分章如霜，披望，明堂徐香为红墙，钟鸣啊有两方，非无法去敦煌，在古人的地方塑造戏的模样，用一声唱一出